是百里少侠。少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一直都很担心，你可有遇到凶险？匪首已诛，山上半妖也所剩无几，但仍需赶在天黑前下山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少侠真乃悍勇无匹之人。那软筋散的解药呢？有没有找到？啊，都是我们被抢走的那些东西。哈哈，我的紫檀佛珠，这下再也不怕那些半人半妖的怪物了。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。”所以说，凡事还是得靠自己啊。多谢。在下这就将软筋散的解药给诸人服下，一会儿功夫便会起效。收工，收工，看我的！你们都退后。破！哈哈，成了！哇，看不出方小公子还有这能耐。小兰果然厉害。那是。其实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念这个咒来着。看样子爹说的没错，我天生就有斗战胜佛之相。这只飞鸟是从哪里来的？阿祥是海东青。你是说，这是海东青？不要骗人了，海东青我虽然没亲眼见过，却听书院里的先生说过，那是被称为万鹰之王的最勇猛剽悍的鹰，是外族进献给朝廷最珍贵的贡品之一。你这只，分明只是一只肥母鸡嘛，哪里像鹰啊？再有胡言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偏要说，居然有人会养只肥鸡带在身边，难道是食物不够时用来炖汤？你这只死肥鸡，你用什么东西暗算我？死肥鸡！小兰，别再闹了，过来，将这颗软筋散的解药服下，然后帮忙将解药分发给其他人。季童久待此地，四肢湿冷，我要先拿其他药给他。好。百里少侠，所有人均已服下解药，我们可以动身离开了。观少侠气色，似乎有内伤在身，在下身边恰好带有此类伤药，若不嫌弃，尽可服下。不必，轻伤而已。伤虽轻微，却致少侠气血不畅，之后很快又将奔波劳顿，若不及时服药，恐会加重。医者之心，还望少侠以身体为重。那便多谢了。切，不识好歹！少公给你药是看得起你。有人来了，不会是妖怪吧？诸位，我乃是秦川衙门中赫赫有名的断铁刀贾大丹，旁边这位是人称五虎斩龙刀的吴勇。寡人奉县令大人与总捕头之命，特来营救诸位。
原来是镇上的衙役。两位这是刚刚上山？哈哈，自然不是。我们之前就已在山寨中遇见了这位大侠。大侠他当然是武艺超群，罕有敌手。不过我二人也出了不少力的。是啊是啊，那叫一个猪牛合并啊！你是想说珠联璧合吧？还说自己没有帮手，那这两人又是什么？那现在就由我兄弟二人和这位大侠护送诸位下山吧。在下尚有一个不情之请。1日前，那些半妖曾经从此地带走2人，说是作为炼丹之用。百里少侠是否可将他们一并救出？你在说笑？那俩人怕是早就死了吧？而且他们也不是秦川本地人。我们快点下山才是真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在下也知多半是徒劳无功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仍想一试。少公，不用其他人，我陪你去找，让他们先把童姨送回镇上好了。山寨之中有数个锅炉铺于屋外，不像是用来炼药之用。在下猜测，另有一处隐秘之地，用以置放他们的炼丹炉，或许是以寻常方法难以入内。阿祥，你之前在山上探查时，可曾发现异常之处？带我们过去。在下谢过百里少侠。装模作样。我不要去找什么炼丹炉，我要下山，我要下山。哎，好烦！那你让2位衙役大哥先送你下山好了。这怎么行？让我们自己下山，那多危险啊！不，我是说，我二人定然要和诸位共进退。既然吃得一天公粮，保护民众乃是我们分内之事，绝不会把你们扔在险地的。大伙儿就一起走吧，先救人再下山，人多有个照应。哈哈，正是正是。你们等着后悔吧。季童，我们也出去吧。少爷，你可听见什么声音？是从那边传来。这几只小家伙，应当也是被抓来做炼药之用。先前未曾听见他们叫唤，恐怕是吃了某种昏睡之药。如今醒来，却又遭软筋散的药力所困。看他们模样，倒像是动弹不得。我们也曾服下软筋散，似乎不至如此。那些山贼不明医理，将给人服用之药直接灌于畜生，不知两者有别，分量自然也需相异。不过他们并非悬壶济世，做的都是杀人越货勾当，确实也不需要这细致心思。少爷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若有办法，便帮帮他们吧。也罢，千古之下，又有多少缘分共历一场牢狱之灾？待软筋散的药力随时日散去，你们只怕已经饿死。这里还剩最后一颗解药，分吃也已足够。
服下后很快便有力气了。不必感激在下，今日你们得以保全性命，全赖百里少侠。走吧，不可再耽搁了。这，一路过来有不少妖怪尸体。我兄弟二人与大侠联手降妖，自然所向无敌。阿弥陀佛，但愿以生死尽除业障，地狱之中不用经受刀山火海。小兄弟倒是好心，这些妖怪可是险些把你们都扔大锅里煮了。虽然是这样，可毕竟还是半人半妖。几天、十几天以前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还是人呢。妈呀！又从哪里爬出来的妖怪，还没死透？少公，同意，别怕，我念咒禁止住他。你做什么？他已经受伤了，说不定他自己也不想变成妖怪，说不定他还有人的神智。如此这般，哪里还算个人？你口口声声说人，常言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反之，只要同是人犯下的错，就可以免于问罪。胡说！我根本没这样讲过。明明是你杀心太重，连一个已经重伤的人都不放过。这个半妖，早该死在我剑下。他身上带着我的剑伤，之前不过侥幸逃脱，如今自投罗网。按你的佛所言，自有缘法。什么佛？什么缘法？诡辩，全是诡辩！小兰，这是……哇，刚才那是什么？妖法？果真有人在玉衡上施以吸取魂魄的邪法。吸取魂魄，这个情形与当年何其相似！先前我居然未曾想到。百里少侠，你……欧阳先生，适才听你说到吸取魂魄之邪法，莫非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？这块玉石碎片到底又是何物？不敢说十分清楚，仅是略知一二。其实在下幼年之时即离开秦川，近日方才重返，正是为了寻找一件名叫玉衡的器物。百里少侠所持乃是它的碎片之一。少侠若想知晓其中内情，待寻得被抓去炼药的两人之后，在下可慢慢说与你听。少公，你理他做什么？这个人根本是个杀人魔头。小兰，不可如此。或许百里少侠行事在常人眼中难免激烈，
但是正所谓非常人行非常事，生死一线，却也无法计较许多。今日若无少侠相助，我等唯有埋骨此地一途，救命大恩不可不记。欧阳先生所言甚是。对啊，少侠一看就是有侠义心肠的人，就算手段那啥了一点儿，这也没什么吧？没错没错，连大侠的鸟都是威风凛凛，神鸟下凡，他又怎么会是魔头呢？谁要乱说，我断铁刀贾大胆第一个不同意。我五虎斩龙刀吴勇也不同意。你们，气死我也！看阿祥所飞方向，那丹氏应在此处通往主厅的路上。先去寻人，届时请欧阳先生务必告知我有关玉衡之事。定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小人，连少公都被他骗了。哼，我忍，就不信他可以一直不露出真面目。似乎就是这里了，只是这入口处妖气弥漫，石门紧闭。百里少侠可有什么办法进入其中？你怎么会有钥匙？其实你和山贼是一伙的，对吧？想把我们引到这里来一网打尽。小兰，钥匙是在匪首尸体上搜获，误打误撞。之前并未想到，可以用来开启此处机关。哼！在下与小兰、百里少侠入内即可，烦请诸位在此稍待片刻。季童，你也不要进去了。若此地真是炼丹房，炼的又是那种将人变妖的邪恶之物，必会存有不少浊气，体虚之人最好莫要吸入。有浊气？那我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。等着？万一待会儿有妖怪出现怎么办？诸位别怕，我兄弟二人会寸步不离的在这保护你们。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招，那就是冲进洞内和大侠他们会合。你们务必小心，若是有什么危险，千万莫要逞强。童爷，你安心吧，有我在呢。山洞内外皆无守卫，看来那帮寇贼并未预料会有他人来此。锅内浊气与妖气外溢，正是他们用来烹煮活人之物。
少公别说了，太恶心了。此人，可是当初被带走的2人之一。正是。他已经没气了，身体都是冰凉的。寻常人若是在洞内待上半日，便是这里的浊气，也能叫人慢慢中毒而亡。那还有一个人呢？不会已经被扔进锅子吧？只怕是我们仍是来得晚了。慢着，既然他尸骨仍在，或许还有办法。少公，你给死人吃药做什么？难不成他还能起死回生？晋升。啊！果然，仍是功亏一篑。这还阳丹终究……他，刚才真的把眼睛睁开了，我在做梦。风来生，你醒醒啊！想不到，世间竟然真有起死回生之药。功败垂成，便是离真正的起死回生尚有1步之遥，而这1步却耗费数年，无法企及。百里少侠，实不相瞒，在下乃是72福地之青玉坛门下弟子。素闻青玉坛擅长丹药炼制之术，无怪乎如此神乎其技。失敬。说来乃是门派不幸，近年几位长老间权势之争暗涌。数月前，五宿长老雷岩带领半数以上弟子作乱，将掌门与不屈从于他的其他长老毒害，以新掌门自居。门派宝物玉衡亦被其据为己有。玉衡数年前为本门偶得，其间经过在下并无了解。此物一直由掌门独自保管，在下亦是近日方才有幸一悟。器物看似玉质，据说是一件炼丹宝物，以其力量炼出的丹药，拥有常人不能想象之异能。听欧阳先生所言，似乎与那作乱长老并非同路，却又如何逃出升天？而玉衡既然为雷岩所夺，又怎会流落于江湖之中？在下不才，身居青玉坛丹指长老，专修炼药之术。雷岩既望制出各式修仙灵药，故将在下囚禁，威逼利诱，想要为其所用，终有一日被在下寻得机会逃脱。季童曾是欧阳家仆役，负责看护家中小辈起居。昔日在下于幼年时离开秦川，前往青玉坛学艺，他便也同去照顾，好让家父家母安心。如今他又与在下一同逃亡奔波，实在是
辛苦非常。至于玉衡缘何流落江湖，我们并不清楚，只在遭囚禁时偶然听到弟子间传言，玉衡竟由青玉坛中失窃，施以邪法，且化为碎片。雷岩等人也在急切找寻。在下担心有人以这些碎片随意炼药，酿成祸害，于是寻求占卜之道。侥幸在此地发现一些踪迹，那些山贼必是将锅中药渣倾倒林间，附近野狗无意中吃下。在下见了便猜测翻云寨中得了玉衡的一部分。既是青玉坛之物，这块碎片便交还给欧阳先生。感激不尽。这吸纳魂魄之法，实乃世间禁术。270年前，青玉坛金丹极盛，世时掌门厉出皇便是以人与畜生魂魄之力入药。真相大白于天下后，本门为世人所不齿，日渐衰败，近20年方有中兴之态。无论是外人有心陷害，还是本门弟子自甘堕落，青玉坛万万不可毁于这次玉衡之祸，否则只怕一蹶不振，永无翻身时日。少公不要急，我帮你一起去找其他碎片。找着了，先把这玉衡拼回一整块，再想办法把上面的邪法除了就是。哪里像你说的这样简单？单是一个翻云寨便凶险重重，你一介学子怎可在外奔波涉险？我才不是什么文弱书生，我跟着爹学过拳脚功夫，还有一大堆降妖除魔的法门，肯定能帮到你。嘿嘿，闯荡江湖应该很好玩，不然怎么那么多人都喜欢闯江湖呢？莫要胡闹！这一趟回到秦川，发觉欧阳家早已举家北迁，所幸再次见到儿时旧友，我已十分高兴。但小兰你不该偷偷跟我上山，置自身于险地。若不是百里少侠相救，你可想过，我便是九泉之下，又如何向方家交代？哪有这么严重？我们福大命大，我一早就知道肯定能逢凶化吉的，嘿嘿，所以嘛，我不会答应。若再纠缠，便修书一封与你二姐，请她多加管教。别，不去就不去呗。少公，你千万别写信给我二姐，我被她管教的还不够多吗？再管教下去，人都要傻掉了。你自行断念便是最好。欧阳先生，敢问玉衡在碎裂之前，是否如此这般一个内凹的玉器？少侠如何知道？莫非与玉衡有何渊源？若蒙不弃，我想与欧阳先生一同去寻找其他玉衡碎片。
什么？这，在下今年炼丹，于道法修为可谓稀疏至极。百里少侠武艺高绝，自是一大助力。只不过在下身无长物，受此大恩，怕是无以为报。金银俗物非我所愿，但求欧阳先生赐予一颗起死回生之药。你，少公炼出这么珍贵的药，你以为是狗皮膏药可以随便给人的？还说什么不要金银，原来是狮子大开口。少公，你千万别理他，这个人居心叵测，谁知道打的什么主意？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少侠于在下有救命之恩，尽心图报天经地义。只是并非在下吝啬，适才少侠也亲眼所见，此药没有真正炼成。若要炼制，尚需一味奇异药材，传说远在海外方可取到，连青玉坛仓库中亦无，可见十分珍惜，求取不易。药材，我会尽力寻找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若是最终炼不成起死回生药，我绝不强求。且此事与寻回玉衡并无相关。无论如何，我愿陪欧阳先生走此一趟。既是如此，在下多谢百里少侠这份古道热肠。若有机缘，定然全心炼制起死回生之药，以作报答。这不公平！为什么我要去找玉衡就是胡闹，他要去就是古道热肠？还有，少公你怎么能答应他那个药的事？这种人一看就是一肚子坏水儿，万一他得了药拿去为非作歹怎么办？求药因果，乃是我个人之事，绝不会以其作恶。动动嘴皮子，谁都会说。虽是相识不深，但在下相信百里少侠并非心口不一之人。少侠向在下求药，眼中却无贪婪之色，可见事出有因，不会是见财起意。多谢。少公，你干嘛总是帮他说话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俩才是朋友。小兰，别孩子气了。我们一起把这具尸首移到外面去，此人不幸死去，至少让他入土为安。好。等一下，不是说玉衡会吸人魂魄吗？先前死人的魂魄都被吸走了，为什么这次没有？此人死去至少也有半日，或许魂魄早在当时已被半妖用玉衡吸纳走了。哎呀，少公好厉害！怎么看出半日还是1日、2日、3日？这没什么，我自有习医，望闻问切，许多事情自然一看便知。也或许他的魂魄已去往阴间等待轮回，玉衡自然无法吸取。据说所谓真正的起死回生药，除去治愈肉身之疮，还要将魂魄自阴间召回。若是那人已入轮回，纵是再灵妙的丹药也无用。如此说来，被玉衡吸走魂魄之人，
岂非再也无法轮回往生？确实有此一说。所以自古以来，魂魄之力被目为禁法，以此铸剑炼丹，皆是离经叛道之举。岳衡沾染此法，不知原本力量会起何种变化。施法之人若明知禁忌而为，确是胆大包天。太复杂了，混来混去，听得我都昏了。是我疏忽，我们先出山洞，有些事情寻机会再说也不迟。此地浊气颇重，不可久待。出去把这人葬了。就让我替他念一念往生咒吧。披肩兰迪阿米利多披肩安多，切米尼切切那智多加利萨婆诃。愿你们往生极乐，来世常得安稳。方小公子，你说那个极乐到底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出钱请你和你爹念经，死了以后就可以不用受罪，下辈子投胎到有钱人家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听我爹这么念过，我也跟着念，反正自己念又不多花钱。还等什么？人也埋了，经也念完了，磨磨蹭蹭这半天，总该下山了吧？早说别浪费时间去救什么人。莫急，这就由我兄弟二人护送诸位离开。没错，我们还是会与大侠共进退，护得诸位周全，绝不落下任何一人。百里少侠，此间诸事已了，山中浊气虽不如丹室内强烈，却也需10天半月方能散尽。唯有请晴川衙门告示封山，阻人来往，非我等几人之力可以完成。若是再无其他事情，这便下山去吧。陆厉，恭喜百里少侠，有缘得一血气灵兽。血气灵兽，在下曾于古籍中读到，世间有一些拥有特殊能力的仙兽或妖兽，修行至一定程度，则化为形似光简之物，性如诱饵。此时若遇有缘人，便生依恋之情，化出妖形，将自己名姓刻于此人神识之中，尤其驱策。多谢欧阳先生告知。少侠当可一试陆厉之能。